天太热了，吃不进去饭呢，我得做几个下饭菜，要不我该瘦。这豆角太梗了，比我们同事都梗。我的同事说：“整懵了吧？整懵了就别整了，咱们这个智商知道筷子不能咽就行。”去你妈，粘一起了，嗦了一下啥味儿？完了，小味儿嘎嘎的，饭焖少了。我本来是想做水煮鱼来的，但是我不会收拾鱼，我就问卖鱼的大姐能不能帮我骗一下子。她非常慈祥的看着我，她说：“你乐意买不买？不买滚一边儿。”哎，文化差异啊！我在广州人恨不得把鱼刺都给我挑出来。唠唠眼前的事儿吧，这个辣子鸡，你觉不觉得缺样东西？就是一咬滋滋冒油的鸡皮，肉丁炸的干巴的，有啥可吃的呀？还塞牙呢。今日的荤素搭配，最爽的一步终于来了。看看今天的家常便饭啊，干豆、公丁、辣鸡、水肉啊，反正我今天就自己在家随便吃一口。那什么，你定没定呢？你要没定，反正我也自己，我帮你研究定啥呀？我说个是，今天又没做饭。我操，忘放油了，忘放胡椒粉了，烤破了。这妈没个烤，又他妈没贴好，这啥破玩意儿？不能扯淡，你那面肯定有点毛病。我这面一点毛病没有。哎呀妈，太咸了，又做失败了。操！有彩蛋。在煮熟的鸡蛋里加入酱油和麻油，你即将解锁鸡蛋的神仙吃法：把它捣碎，把它捣碎，把它捣碎，把它捣碎。去你妈的！什么他妈玩意儿？还他妈神仙吃法？这他妈神仙也吃不着！我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最近特别爱吃那种即食的带鱼罐头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就不管桌上多少个菜，要是不开2罐带鱼罐头，就感觉这饭吃的空落落。所以我去买了300斤冻带鱼，我寻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很纠结，就这层银膜需不需要去掉。后来试了好多做法，还是决定给它刮了。因为在北方买的冻带鱼，它的死亡时间可能比我年龄都长，这就导致它外面那层膜特别腥，炸的时候还容易糊。但是这层膜呢没那么好刮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了。妈，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骨血和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一天买了50个，第2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。这些带鱼在切成段之后，还需要再腌制一下才能下锅炸。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试在得物买的新衣服。最近天暖和了，在得物买了几件小七喜的卫衣和外套，这一件是100多块钱，马上开春了，出门穿个卫衣正合适。有想买的直接点评论区链接就行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呢。这几件衣服都是他家的，现在换季有折扣，可划算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带鱼段腌好了，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冻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蜜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还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肺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
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的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的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，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寻思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然后我原本还买了5个烤箱，打算做点烤鸡架吃，现在累的也不想折腾了。正好家里还有几个闲置的空调扇，都是全新的，就一起挂在闲鱼5块钱一个出给大家了。你们点评论区链接或者闲鱼搜狗送就可以了，一定要认准加 V 的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不用的东西，也可以挂到闲鱼上卖闲置赚点钱。然后做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，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得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鸡翅包饭，但是外面卖的基本用的都是冷冻的半成品，就是肉少饭还不香，所以我买了400斤全翅和一桌子海鲜。我打算在家做点炸裂版的鸡翅包饭，然后为了吃的爽，我们是用整根的鸡全翅去的骨，这样既能塞更多的米饭，又能吃到翅根上的那一块大肉。但是这么做的难度就在于翅中的骨头得跨过翅根才能取到，而且还不能把皮弄破，所以我们都是先掰断关节再剪筋去骨。这活后来干的特别像骨科正骨。就这些鸡翅去完骨之后，差点没给我们家的狗乐死，他自己可能也没想明白怎么就稀里糊涂过上年了。这些鸡翅去好骨之后，放入足量的奥尔良腌料腌制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第2个问题，就是这包饭里边的饭不香。我们的做法是先把这些海鲜取肉做成麻辣小龙虾口味的，再把它们做成海鲜炒饭塞到鸡翅里，这想想就特别好吃。不过这海鲜准备了这么多，米饭也一定会用到不少。好在我之前趁抖音618好物节活动囤了120斤柴火大院的五常大米，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左滑或者点顶部商城按钮进入抖音商城，现在满减再叠券，满300减80，买东西特别划算，省下来的钱都够我买这个大电饭锅的了。然后这炒饭我怕腻，就配了好多时蔬粒儿，但是这么多东西一起做炒饭，炒起来实在是太费力了，那给我家那炒勺都给干折了。后来给我干的直恍惚，我寻思明明应该是个黑作坊的活呀，怎么还在家炒上大席了呢？不过后来往鸡翅里塞饭才是最让我崩溃的，我没想到这活居然这么麻烦。就这活用裱花袋用漏斗都不行，就只能用大拇手指头往里生堆。我们需要先把炒饭塞到8分满，然后再把翅根那块肉塞进去，要是赶上有破皮的地方还得用牙签再给它缝起来。就干到这儿我算明白了，这玩意儿活该只卖半成品，叫全在家自己做那得做死。但是烤的时候又出现了个新问题，因为鸡翅大小不一，家里烤箱特别容易给它烤炸了，所以我们又去夜市勘察了一下。在经过一番试探和交流之后，我学到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，我直接干了个加盟。这些鸡翅我们最后都是炭烤的，然后还刷2遍蜂蜜水。它现在外面那层鸡皮是脆的，里边的肉和饭也特别入味。就这个鸡翅包饭，吃的时候必须分3口吃。第1口要吃掉上面那块满满的大肉，第2口吃掉最绝的奥尔良鸡翅包海鲜炒饭，最后把翅尖嗦了干净，再喝瓶饮料打个嗝，真的特别满足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塑封冷冻了。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5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炸裂版的鸡翅包饭。就这东西，要是等过2天端午节家里聚会拿出来，我估计今年我家可能是没人去吃粽子了。
我的妈呀！我一看这个小烟冉冉升起，我就感觉到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东北人可以一辈子不吃爱情的苦，但让他3天不吃烧烤，他马上抠眼珠子。而且你别管烤啥，烤上就行。我现在觉得这个炭烤的都挺有食欲。我这手又有点犯毛病了，找了2个大手外援，给他拿了一瓶烧烤快乐水，先溜溜须。我说等一会儿这个生蚝、腰子、韭菜啥的，先往我这桌上一上啊。真的，我是发现了，普通人烤串废料，大手烤串废肺，这肺活量不行，真来不了这个。我还发现海鲜进入东北可能有1万种方法，但它的离去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加点蒜蓉给你烤的梗梗啾啾的。不管你是帝王蟹还是小蚬子，在烧烤面前众先平等。我必须得再说一次，我们家烤的跟点似的这个烧饼，原来家里来人，我爸都是先介绍我，后来看我实在没啥出息了，研发出这个烧饼替代我。完这小子老抢我生蚝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我又给他1签子。你看看我一共才吃了几个呀？给他撵一边吃蒜去了，那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吗？要说跟烧烤最配的，还得是这个望山楂，酸酸甜甜的，加点冰块，这一口多带劲呢！而且还气泡果汁儿，你不管吃多肥多腻的，一个大格全给你解决掉啊！关键它还有个说法，就这个瓶的插花叫望桃花。一听说望桃花，你瞅这俩抢的。今天还烤了点板筋茄子、干豆卷，像这种烤的直冒黄瓤汤的蚕蛹，我一般都是5串起。这种皮儿都烤的脆脆的大虾，我一般都是先问价。我们吃完了，正研究上哪洗澡去的时候，我爸在后面嗷嗷一嗓子：“再给我来2串腰子！”我当时就觉得我爸必将为这荒诞的世界留下点什么，我说给你起个笔名吧，人间大安排。